夜深了，这里是1800多年前东汉末年的终南山。山里没别的，就剩下松树风声跟草香味。今夜我们转进深山，住一间没人打扰的小山舍。你看，不远处林子里的石台上，正坐着一位老人家。他衣衫不整，露着大肚子，头发白了一半，就这么懒洋洋地靠着大石头，手里晃着一把破破烂烂的旧芭蕉扇，安静地看着满山夜色。这位就是八仙里的汉钟离，钟离权。在大家印象里，他大概是全天庭最懂摸鱼、最爱偷闲的快乐老神仙。借这一段终南山的长夜，掌柜陪你聊聊，这老神仙年轻时到底经历了什么，才活成今天这副随便啦都好啦的模样。欢迎来到长夜客栈，今晚咱们陪汉钟离借宿深山草庐。平时我们看画像、看戏曲，汉钟离永远是圆圆脸、大肚子，摇着蒲扇，一副啥事都无所谓的逍遥样子。很多人就会想，他这一辈子大概运气特别好吧，生来就是个享福的神仙。但其实恰恰相反，汉钟离才是八仙里最懂人间辛苦的那一个人。他本名叫做钟离权，世人习惯叫他汉钟离。这个汉字不是说他姓汉，而是因为他出生在东汉年间。他可不是什么贫苦出身，他来自名门大族，是妥妥的富贵人家。关于这位老神仙的降生，民间的传说向来带着几分神秘的色彩。据说他落地的那天夜里，母亲曾梦见一团绚烂的异彩化作巨大的神人，直入房中。而这孩子一出生，确实就异于常人，身形比寻常婴儿大上1圈不说，生得额头宽阔，下巴方正，双眼清明，落地时不哭也不闹，周身仿佛带着一股不怒自威的气场。年岁渐长，钟离权的绝顶天赋彻底藏不住了。读书过目不忘，兵法武艺更是无师自通，仿佛这些本事本就刻在他骨子里。这时的他身形魁梧，英气满面，和后世大家熟知摇扇偷闲的慵懒大叔截然不同，正是意气风发、锋芒毕露的少年豪杰。钟离权顺理成章投身军营，凭着一身压不住的本领一路往上攀升，最后官拜大将军，手握万人兵马，风光一时无两。不妨在脑海里构想这一幕：少年将军披着冷冽铠甲，策马驰骋沙场，世人抢破头想要的功名、荣华富贵，他年纪轻轻就稳稳握在手里。驰骋多年，见过金戈铁马的热血，也亲眼望见战场白骨累累。他从不是凡间混不下去、走投无路，
才躲进山中修道的失意人。恰恰相反，这场人间奇局，他一路闯到顶峰，看尽高处所有风景。等到看透一切，转身离开权力巅峰那一刻，脚下才真正轻松。这也是汉钟离后来那份悠闲最吸引人的地方，那是半生征战换来的通透，渡过最汹涌的风浪，主动选一条自在逍遥的路。汉钟离的成仙之路，从不是单纯靠天降机缘碰运气，而是凭自己半生跌撞，亲身历练，硬生生扩出一场彻底觉悟。他身居大将之位，战绩赫赫，谁知一场远征突遇敌军偷袭，全军惨败。立在血流遍地的沙场，他亲眼目睹昨日还把酒言欢的弟兄，转瞬间埋尸荒野，满目皆是生灵涂炭。就在这一瞬间，他豁然开窍，那些人人向往的战功官衔，在生死面前又价值几何？胜利换来的不过虚名，落败终归一抔黄土。于是这位身经百战的大将军一把火焚毁浸透血迹的战袍，将世间功名利禄统统烧个干净。他辞去官职，独自走入幽深的终南山。迷途于夜色山林时，偶遇一名神秘胡僧，受其引荐拜见东华帝君。帝君授他金丹道法与青龙剑术，从此他竖起双压髻，就地采树叶蔽体，世间便多了无牵无挂的天下都散寒。世人总觉得神仙该是衣冠楚楚、仙风道骨的，汉钟离偏不按套路来，袒胸散发，装束简朴，看上去和寻常老汉没两样。毕竟真正的修为，从不需要华丽衣衫撑门面，外表看似随性放浪，内心却澄澈透亮。他手中那把不起眼的芭蕉扇，潜藏莫大神通，挥动之间能呼风唤雨，驱力疗伤。他从不拿法宝耀武扬威，反倒常以此为百姓遮风避雨，度化受难之人。八仙聚会的场合，他永远悠闲摇扇，不争先，不急躁。论锋芒，他未必最耀眼，可每逢风波动荡，他永远是众人心中最稳的定海神针。虽说汉钟离看破红尘，隐居山林逍遥度日，却不愿做独善其身、漠视凡间的隐士。他看人眼光毒辣，相当有一套。八仙之中的吕洞宾，便是被他一眼相中，悉心打磨。为了试炼吕洞宾的心性，汉钟离下手可是毫不手软，精心布下赫赫有名的石室。这场直视人性、层层考验道心的精彩故事，咱先卖个关子，留到后续八仙篇章再细细道来。此时窗外的终南山静悄悄的，远处草庐飘出一点微弱灯光。那位摇着芭蕉扇的老神仙，大约也打算收扇歇息了。说实在的，汉钟离最能抚慰人心的，
从来不是呼风唤雨的通天本领，而是他示范了一种极通透的活法。纵使一路颠沛历尽沧桑，依旧能拍一拍满身尘土，从容笑着告诉自己，没事，这样就挺好。祝你一夜好眠，我们下个长夜再见。